好了，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当初我答应他的追求，就是因为他对我很温暖，能让我忘记之前婚姻的伤痛。但恋爱这一年，我就发现他跟我想的不一样。他总是仗着比我年龄大教育我，做很多事情都不考虑我的感受，还总是要求我干不适应这个年纪的事情，我压力真的很大。他不上进，也不懂得疼人。我做了很多为他好的事情，他却不领情。我觉得他不像是在找对象，就只想找一个照顾他的妈。我觉得我们该再进一步了，但他却不乐意，说我跟他的预期不一样，还对我越来越冷淡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男嘉宾张先生，41岁，来自天津待业；女嘉宾霍女士，47岁，来自天津厨师。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了是1年多，对。经人介绍认识的还是怎么认识？朋友介绍的。现在看来有点不太满意是吧？就是他现在跟以前变化太大了。哟，您刚开始认识是什么样？现在是什么样？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吧，他这个人给我的感觉还可以。那时候他心情不太好，我就是经常关心他，跟他打个电话聊天嘛的。然后他就是追求我嘛。刚开始家里有个小事儿呢，就是说能帮得上忙。了以后他能帮上我，我感觉人也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时候也挺关心我的，但是现在就是不一样了。哦，现在怎么了呢？他那时候不是工作也没有了，然后他带着个孩子呢，生活压力挺大的。其实我也是出于好心嘛，劝过他几次，就是让他尽快找个工作。然后我呢就托我的朋友吧，给他找了一份后厨的工作。我就是做后厨的嘛，别的行业呢我也没有熟人，就这个行业我有几个熟人呢，他不是能尽快的工作嘛。其实我感觉挺好的，他呢也答应我了，但是呢他做了一段时间吧，他就自己就辞职了，没告诉我你不要紧，最起码呢你跟单位说一下呀。后厨这岗位我确实没干过这样的工作。你说你没干过不要紧，慢慢学呀。我也这岁数了，老爱。实际上我给你买这瓶香水呢，不是专门为了你买的，我就感觉这个香水闻到挺好闻的，咱们家里边拿它当空气清新剂也挺好的，我就这个想法给你买的。你说都什么岁数了，还要什么浪漫呀？这跟年龄无关，好吗？你说哪个女人不喜欢浪漫？18的也喜欢浪漫，她到80也喜欢浪漫。你说我的浪漫要求也并不高，就是说有个小仪式，有个小感觉，你只要心意到了就行，很简单。哎，你说他这个香水，他说的这句话，你说让我那香水你是接是不接中？他可能就是买给你的，只是他这么说不好意思。买了你用了不就得？你问我就这么一遮，是这意思吗？反正不太会说话。我理解的对了是吧？是啊，你看那就行了嘛，还是会的嘛。咱们说不疼人吧，浪漫的事咱放一边嘛。您就说吧，我跟他认识这么长时间以后呢，每次我去他家要是给他做饭的时候，只要我菜一炒好了，他第一时间他拿筷子就吃饭，从来不拿我的筷子。咱就是说句不好听，家里来客人，你做手饭你不得给人拿筷子？你不拿筷子人怎么吃啊？你老误会我。不，这个可不是误会啊。他每次就是弄完了就回厨房了，我也等，但是有的时候确实进去时间太长了，我就叫着我就先吃。那不得做齐了，两人在一起吃才叫吃饭吗？他还找一个借口说嘛呢？我嘴急，看见饭我就想吃。确实，这就算习惯不好吧。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呢喜欢吃皮皮虾，有一次我买到皮皮虾，皮皮虾煮熟了以后呢，我就是放到桌子上了。然后呢，我看他房间挺乱的，我觉着先给他房间打扫一下。然后等我收拾完屋子出来了以后，我一看呢，皮皮虾基本上就是剩了3个2个吧。我想的就是什么，爱吃吧，他爱吃多吃几个无所谓。然后我不就是说句不好听，有个仨俩呢，我解馋，说味儿也就得了。然后没等我坐那儿吃饭的时候呢，他就拿着皮皮虾到狗盆里，他喂狗了。哎，当时我就问他，哎，我说你怎么喂狗了？然后他说嘛呢？说我吃饱了。你说你吃饱了，我还没吃呢。我不知道他是生气了还是怎么着，我就一直在外面等他。我要一边吃一边等吧。正是我往下端的时候，他出来了，完了之后也闹我误会。不对呀，这个我觉得，如果我们从正常的逻辑来说，他生气了，我得问问您是不是生我气了呀？怎么了？这都饭口了，下。
每次一拿衣服过去，然后他就是说我牛瞎花钱。就是我哥们儿来个电话，就是需要用钱，然后我就倾囊而出。你还说这件事儿呢？你说哥们儿也好，是朋友邻居也好，谁要有难的帮一把，很正常，对吗？我也可理解。但是你借他钱的情况下，你最起码的你身上得留点儿啊。他跟他好，二话不说，把身上钱全都给他，人家的钱在身上钱，他一分不留，全都借给他朋友了。然后呢？有事的时候，人家不也帮过咱吗？是啊，我没说你借给他钱不好，我没说借，我都是说嘛呢？你借给他钱的时候，你最起码你身上你得留点儿。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说，哎呀，谁谁谁用钱呢？说我就是把钱呢借给他。我说，给他的时候没想别的，但是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。您打电话干嘛？问您借钱吗？借我问题没有，不算借吧。行，听懂了，就是假大方呗。然后还有一次呢，我就是跟他说嘛呢，赶上你有时间，我有时间呢，咱们晚上也出去吃个饭去哈。然后他马上就告诉我，咱不去啊，外边吃饭多贵呀。当时我就特别无语了。你想吃好的，在家不一样呀，买点好的。那不一样好吗？一不一样好吗？其实我就是要一个感觉，哎，外边吃个饭呢，带孩子，哎，咱出去上完以后马路边溜溜。消费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觉得穿得干干净净就行，他觉得总得有那么几身衣服，对吧？你觉得好吃的在家里吃，既省钱可能又舒服，对吧？您就愿意出去，觉得那样更安逸一些。就是我感觉我们俩教育孩子这方面也不太一样。我呢有个儿子，那我就感觉儿子就穷养，他可倒好，三天两头带孩子又大吃大喝去，弄这孩子吧，有嘛事都跟他说，都不跟我说了。然后呢，他可能是以前工作忙，就自己的孩子就没有时间照顾啊，没有时间疼爱的，他把这些爱都给我孩子了，弄得孩子现在有嘛话，老不带跟我说了。咱那回在厨房，他不小心就把这个酱油瓶子就给打翻了，我又得擦又得弄的。完了之后，我说行，我说你在旁边站会儿吧，你犯那么大错，对不对？当时我也挺火了，他可倒好，来了偷摸就把孩子带走了。孩子多大？5岁，上幼儿园。老得先完了之后，我你这样让他发展的这有心理阴影了。你说我是说的打的对呀，还是说我不管了，就让他在旁边站会儿？行。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，他对您儿子还挺好，但是你觉得有点溺爱。没错。好，听明白了。这1年多了，你们下一步想怎么着啊？我就是感觉他现在就是不一样了，变了，然后跟我心里想的那个目标呢有一定差距。我呢就想是考虑一下吧，冷静一下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我对他就有点疏远吧。然后呢，他没经过我同意呢，找了我儿子，让我儿子呢那意思就是劝我一下。说啥？他就是说我们俩这么大岁数了，以后不就为了过日子吗？差不多在一块儿将就过日子就得了。您儿子多大？我儿子20。你让一20岁的儿子跟妈说。儿子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感觉哎呦特别难为情。儿子的婚姻问题，你说我这当妈的我没管没考虑。你说反过来儿子跟我说这种话，我感觉在儿子面前我特别没面子，有点下不来台，是吧？对呀。再者换一个角度来说，儿子是我亲生的，他肯定是希望我高兴，希望我幸福啊。你说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，你说你跟儿子说这种问题，你说儿子肯定先知我心疼我呀，对你有好处吗？儿子怎么想你呢？理解。我能问点其他的问题？41岁对吧？对，儿子5岁，对，这就一个孩子吗？对，为什么离异？方便说吗？怎么说的？就是感情不和，也没多久是吧？4年多5年了。那孩子好小那个时候。是一直你带吗？奶奶爷爷也帮他啊，现在在您的身边。对，其是孩子他妈替代您。当时人家为什么就不想跟您过了？孩子还那么小。当时他那工作就是我们家人给介绍的，可能接触人面也广了吧，也有个比较吧，这老婆跑了。就是您认识他有多久啊？4年多。朋友当时跟你们说的时候，介绍的时候是当什么介绍的？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当一般朋友。就朋友介绍的时候就是当朋友介绍吗？就是一般朋友，看俩人走动嘛，时间长，如果走得好呢，可以发展成。就是还是有这个给你们介绍对象的这个方面的，是吧？对。明白了。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带着孩子过？我是18年离的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老公是大男子主义太大。你有想过嫁给这个男人吗？刚开始就说是认可他的时候呢，是有这方面想法。因为搞对象嘛，就是本着结婚为期的。可是经过最近这1年多的接触，我感觉就跟我心里想的那个
有一定的差距。如果说不嫁给他，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？我心里的目标就是找一个知疼知热的人，然后就是特别顾家的人。首先没钱无所谓，谁有不在乎，但是我感觉他说的跟我心里的目标不一样。前夫就是一个所谓的甩手掌柜，是吧？对，按您的描述，大男子主义嘛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没想到又谈了一个还是这个，对，所以心里前面有一个对那样，我不想重蹈覆辙吧。你觉得你俩合适吗？一住过就好，有多少因素是觉得他对你儿子好，有多少因素你自己喜欢他，甚至这个女人比较讨厌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对孩子这方面吧，就是让我挺感动的。你并不喜欢他，或者叫你并不爱他，对不对？也喜欢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但是你上来其实你就暴露了你并不喜欢，反正就是他别老管着我，你是觉得他管着你，对吧？是，你是在年龄上面是比较自卑的。刚开始他这人呢，就是给我刚开始认识他，感觉还可以，还行。随着时间的长，一点点的你就暴露出来了。可能就是还是因为我比他大这几岁嘛，太疼他吧。嘛事都是我替他去做，可能时间长了，久而久之，他就是感觉什么都你呢。所以他一边又留恋着您对他的这点照顾，一边又觉得您管他多了。我说的对吧？是，对你也好，对儿子也好，都挺照顾，对吧？但是这个照顾的背后，其实对一些男人来说就是管理，管我穿什么，管我交什么朋友，管我钱怎么花，对不对？管我的业余时间，受不了了。没错，咱们坦诚的说就行了嘛。那在您的心理实际上面，就觉得我再婚我就想找一个能照顾我的人，知冷知热的，对吧？对。结果我发现我找了一个跟我前夫差不多，又走到一个模式里，所以心里很难受，对吧？对。那今天为什么来呢？我就是现在挺无助的，我也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了，就是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了。对，我现在挺无助的。您的想法是啥？是往前走一步，还是维持现状？我是想尽量改掉我这毛病也好，习惯也好，脾气真的好。您以前是不是也就这样？还行吧。刚才你女朋友所描述的你的这个生活细节，至少在我脑海里面画出一个男人是在家里面唯我独尊的，大家小家都是这样，在父母那儿是不是也挺得宠的？一个孩子特别得分的，对吧？所以家里面只要饭上桌，你想吃是不顾及别人吃不吃，你肯定会先动，对吧？应该是被人照顾惯了，对吧？你前妻离开你，除了有比较之外，变了心之外，是不是跟你在日常对她的照顾少也有关系？可能也有点关系。那我理解了。行了，事儿就摆在这儿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各位老师，你们看看，要密切进入修补课问题。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在上一次失败的婚姻当中，你认为你有问题吗？我也有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心中爱过这个女人吗？是习惯吧。如果在此刻我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你连一个爱字都不愿意吐出来，你就表明你对她的爱还确实没有。女生给你带了3个不上进、不疼人、不浪漫，因为你心中毫无疑问没有这个女人，你现在只是把她当一个免费的保姆，她在照顾你的生活，在照顾你的孩子，她明明进的是你的房间，帮你去整理，皮皮虾没吃完，竟然去喂狗。女生说的对，她心中没有你。但这个女人心中还恰恰是有你。她虽然自身条件一般，也没有多少社会资源，但她还是想尽办法给你去找一份后厨的工作。她可能就是赔了笑脸，去求了别人。你走的时候，连她都不说，连大厨都不说，像个男人。另外，他做后厨我知道是很忙的，但是还要回来给你做饭，这说明他爱你，尤其是他对你的孩子，他真心的去爱这个孩子，因为爱这个男人。虽然我们说他对你的孩子有些溺爱，但是他想表达的是，这一个不
身边的孩子到了我这里，我要想尽办法对他好。这种好，这是有情可原。你温暖过吗？你感动过吗？我想告诉女生的是，有过前一段失败的婚姻，第二段婚姻它会更好。面对曾经失败的婚姻，对可能到来的第二段婚姻一定要谨慎。这个男人确实心中没有你，你心中也已经断定了，那就很简单，今天就分。谢谢。我提的一个细节啊，刚才我听到一句话，男人说，您觉得他对您的孩子好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孩子有亏欠，所以把爱投射到了您的儿子身上，是吗？是的。所以女士，你听到你寒不寒心啊？你的原话是爱屋及乌，而在他看来，他说了，你对我儿子好，是因为你对你儿子有亏欠。老师，这一点他说这个我对我儿子有亏欠呢，多少咱也有一点。我多余啊？没有。我要对男士说的就一点，就是你需要一个老妈子，你不要找女朋友。您需要一个帮您带孩子的，你就找一保姆得了，或者继续把儿子送给你爹妈养着。你多自由自在呀！你为什么要拖累一个女人呢？你以为她这后妈好当吗？好也不对，不好也不对，宠也不对，惯也不对，怎么着都不对了。我觉得就像刚才那话，他可以说我对我的儿子有亏欠，所以我会对你的儿子更好。但这话不能从你嘴里说呀！你既然认可人家对你儿子的付出，你就要知道感恩啊。这女士说的，在和一个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前，尤其是经历过一次婚姻之后，一定要先了解对方为什么离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通过他离婚的原因，就大致可以判断他上一段婚姻出了什么问题。一段婚姻的结束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单方面的过错，一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，然后再考虑子女利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。第二点，有一本书叫做《爱自己和谁结婚都一样》。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啊，值得分享给你听，就是我们要做的不是改变伴侣，而是改变对伴侣的认识。就您要先明白，您要再找一个爱人，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？那我找了这样的，我能否接受他的缺点？如果能接受，我们再往下走；接受不了，没必要委曲求全，因为你已经经过一次婚姻的洗礼了，没必要在第二次把自己深陷泥潭，好吗？就这些，谢谢。然后我问你啊，你可以把自己全部的钱都借给你的朋友，对吧？对。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，重要的朋友没来，你能动筷子吗？怎么可能？你说听懂了没有？你在他心目中压根儿就不重要，他甚至还看不上你。你配跟他一起吃饭吗？你只配给他做饭。你配他给你拿筷子吗？不，你自己拿。一句话说的其实挺好的，就是你可能还不如他们家一个宠物呢，宠物还能逗他开心呢。你呢，就是埋怨，连你对他儿子的好，他都认为你是沾了我的光哦。你在借我的孩子抒发你自己的情感哦，都是我赏赐你的。他跟在一起干嘛呀？他来享福来了。这待业的吧，不想在你的这个后厨，在你的控制之下，对不对？他看不上你啊。我怎么能在你那地界劳动呢？我得高高在上，我得是家里这个吃饭的、享福的。所以你这段婚姻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明明表示的是我要一个知冷知热的，不好意思，他只知道自己的冷热，压根儿就看不上，压根儿就不尊重你，而且还不懂得感恩。有多远就走多远吧。啊，就这样。前段时间就有一个新闻，说一个老婆啊，在家里面做饭，老公呢带着朋友来吃饭，然后老婆就做了一锅螃蟹，然后他很辛苦做了一桌菜，然后再把这个螃蟹做完端上去，然后又做别的东西，等他全部做完之后，然后继续看桌上一片狼藉，
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那螃蟹一只都没有给他留。当时那个老婆就眼泪就哗一下下来，后来就发微博。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后来我就非常郑重其事的跟我所有的粉丝说，我说如果你们在家里面遇到这种事情，可以离婚。为什么？目中无人，他的心里面装不下人，他眼睛里面也看不到人。所以他这种什么吃饭啊、吃东西啊、不顾别人啊，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教问题。里面的自我是非常非常大的，他的自我已经大到根本容不下人。也就是说，你想要他爱你，他不要说爱你，他连看都看不到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什么爱呢？不要在一个坑里面摔的，我们要在所有的错误里面学到东西。我知道你是一个服务型的人，职业型的心态模式。你希望别人需要你，你能从别人需要你这件事情上面获得满足感。所以当他孩子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顿时产生了母爱；当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顿时产生了爱情。但是我跟你讲，需要有恶意的需要和善意的需要，他是一个善意的需要你吗？善意的需要才是爱，恶意的需要就不是爱了，是剥夺。你在第一段感情里面已经被人掠夺过一次，在第二段你还要再被人掠夺一次，所以就很简单，在这个世界上需要你的人多了，但是我们要去寻找到一个善意的需要你的人，那个人才是你应该嫁的一个良配。至于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的自我那么大，那他只有孤独终老这一条路。不要让任何人再为你做牺牲。能让一个女人在孩子1岁的时候离你而去，开玩笑的，这种男人绝对不能要的。我跟你说白了吧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表象是一个教养，深层次里面就是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人的问题。就是我觉得你离开了他，如果说第一段让你不能够意识到自己问题的话，你失去这么一个女人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应该行。但是你好了，不要影响别人。您开开心心找一个知冷知热、知道成名的人，我觉得可以就此打住了，各自向前。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路。我这个事儿呢，我感觉我做的确实也不对了，但是呢，这么长时间这个习惯在这儿了，我呢，慢慢改吧，然后尽量达到你满意，做一个知冷知热的人。你做的挺好，可是我感觉我就是再冷一下。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感觉有点困难。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。谢谢。第二期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平台及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王兄，男出女不出，我觉得双不出，双不出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结局特别好，但是我希望这个结局背后的寓意更好，就是女生明白了，在一段情感当中不是一个单向的付出。我希望男生不要是因为面子猜测到了女生不出来负气而走，而是真的通过这一段一个女人对他的掏心掏肺，能够明白所有人都是需要